哦，太好看了。哦，哦，这个第一条路感觉好了，有了。这个好像也要摆感觉。生蚝。看这个男的不可爱，而且飞天那腿有点三宝。火箭回收。这样。我要睇啊，即係我仔睇過啊。我仔睇過，但好遠，我仔話離好遠㗎。此处应该掌声哈。真的挺荣幸的，因为上次我来现在讲课都也是，就是放到视频的时候，大家都会鼓掌，然后这个让我还挺激动的，因为看完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开飞机的摄影师，因为我的主题就是飞机，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场景，也是比较独特的工作场景，就是2023年的时候在香港机场上空坐着直升机拍我们的719飞越梅湾，然后这个是我的简单的介绍吧，就是我去过60多个国家，然后航拍过50个国家，然后呢主要是拍商品或者拍航空和航天两个题材，这是我最主要的题材就是飞机，就是咱们的国之重器歼20。对。然后还有这个也是我们的国之重器神舟火箭，我们航天员请这个神舟火箭上开空间站，然后可以在空间上盖饭这个就是我的主要的题材，因为男生嘛，我们都喜欢这种机械两档的东西，航空、飞机、火箭这样，这是我的最主要的题材。就是因为我可能跟其他摄影师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最开始不是摄影师，我最开始是航空工程师，我是喜欢飞机才喜欢去拍它。然后我总结了一下，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拍飞机，但他不知道怎么拍嘛。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总结的一个拍飞机的一个阶段性吧，或者说一个拍飞机的方法。包括我打算明年可能还要出一本书，是关于讲看飞机怎么拍飞机，因为大家越来越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很多学生朋友很喜欢飞机。我今天早上很早起床，跑到深圳机场的那个凤鸣亭，对吧？对，然后拍了2个小时，就很开心。就是这个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地推力。我们在地面上拍地面的飞机，就是去的这些机场。今天我所谓的去凤鸣亭，可能就拍地对地的。然后这个是首都机场、香港机场。其实香港机场可能大家都见过吧啊。完了之后，这是很多国外的机场。然后这是最典型拍的方法，就是我们普通开飞机的方法，就在机场旁边。然后我们是一直这样的，就找，就是这个是朋友帮我拍的，我的相当于工作照吧。然后呢，这个是去日本的日本的大阪的那个国家机场。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很简单，因为日本这个拍飞机文化比较多嘛，就很容易实现这样。但是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其实咱们深圳机场很多机场，我们国家很多机场都是这个舞台。然后这个就是在一丹机场拍的那个照片，就是飞机从地上工作的时候，然后就是用那个新嘛，就是用我们相机的新嘛效果拍的，然后飞机然后因为它那个最独特的地方，除了这个以外。它远处的是个山上，其实远处这是个山，上面有居民，星星点点灯，然后照亮这个飞机，然后你可以直接起飞。这是最常用的拍地面的一种拍飞机方法。然后拍这个就是在那个西斯罗，拍那380的压缩感，就是我跟达姆一块儿去的，他就坐在那儿，我们俩一起拍这个
这个飞机。然后这个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开飞机穿越，从飞越要算好时间。这个有人认识这个机型吗？哎，厉害！对，很多人问我怎么认飞机，认飞机是看外形，看一眼就知道是啥。我也没有办法说出来它是什么，因为要分析的话，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然后有小翼，然后这么长，350，对，很有意思，你很厉害。这个真是喜欢飞机的，才能一下就认出来。然后这是刚才那个反的方向，我当时拍那个飞机从头顶上过的那个，在这儿，对吧？然后呢，我们爬了一个山上，一个很高的山，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对面西天的那个灯光的这个山上，然后拍这个飞机的轨迹从地上起来，然后拉着这个边轨，就是一种拍法。然后我们拍这个光轨，就是因为你喜欢以后，你会想办法拍很多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拍呢？就是因为飞机的着陆灯它是朝前的嘛，我们在前面，然后拍这个灯，拍这个降落的飞机和起飞的飞机，这就是一种创意吧。我们拍多了以后，可能想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是香港青蛙角机场，我们为了拍这张图，爬那个后面那个山，爬了1个多小时。像现在年纪大了以后爬不太动，但是这个场景非常难，那个天特别好的时候才能实现。然后呢，那个是最基础的，我们在机场附近拍，叫做所谓的地对地。这个就是地对空，地对空就是拍天上飞行的飞机，而且是比较多的飞行表演的飞机。这是我今天分享的重点，就是我看了这么多航展，然后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悟，就是我们的航展越来越好看，同时我们拍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我的长片也越来越多。然后这是航展的2种类型，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一个商业航展，就是咱们的珠海航展，范宝宝航展马上就要举行的那个巴黎航展。另外一个是航空节，航空节就是一群人看飞机玩的那个，它不是卖飞机的，但是它很有意思。然后在国外有很多，尤其是美国居多。然后其实咱们国家7月份马上举办的长春航展是飞机和飞行，它不是为了卖飞机，但是它为了看飞机，就是为了方便老百姓了解航空嘛。然后这是这么多航展，后面我都会讲到新的这些航展，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很有意思。然后这是巴黎航展，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现在今年的6月16到25号在巴黎举行，就是今年的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这个我为什么拿这张图片很有意思呢？就是有波音的飞机，有空客的飞机，还有这个埃菲尔铁塔，然后这是蒙马特高地。就很多人最开始看这张图的时候说这是 P 的，因为它那机场很远，离市区很远。但是你用长焦头压缩的时候，你能把这个感觉出来。你看这个照片就知道是巴黎航展，还有巴黎阿斯铁塔，这是实际拍摄的，这肯定不是 P 的。然后呢，这是范宝宝航展，就是在英国举行的，就是380那时候，380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嘛，所以它也不用再卖了，商业航展就不会再出现。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英国是经常下雨，就是经常会拍到这种我们特别有意思的时候拍过那个场景，那个跑道很长，我们3个人，一个在跑道左边，一个在中间，一个在右边。然后我在右边的时候看见左边的雨到左边的2人头上下雨，然后我们这边没事，然后一会儿那雨就飘过来，然后我全部被淋湿了，飘过来就没事，就很有意思。拍航展也是一种乐趣。啊，这个是新加坡的去年的新加坡航展，F-15大战。新加坡航展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更近一点，但是它有点热。然后这个是巴黎航展，就非常小的一个国家，它之前办过航展还挺有意思的，是很多中东的飞机在那儿。然后这是兰卡威，兰卡威航展刚结束，如果去过的话知道是应该上周吧刚结束，在马来西亚。然后这是咱们的中国航展，就是我今天重点讲的就是珠海航展，就是我们当时在珠海航展最开始拍的那一年的公务机上拍，就是当时你看，其实飞机不多的。我们这个早期的时候，我从2004年，这个是我们要说的，咱们的监视器在珠海航展上已经是一个角落里，就是没有人看的一个对呀，打阵风是什么？我去了这么多年航展，每次都有它，然后我们都不拍了，因为它太常见了。然后因为它要卖嘛，所以他就推它。然后呢，其实更有意思的是，我跟林强合影过，我采访过他，就是坚持的试飞员，首飞试飞员。当时他是大笑，就是人非常 nice， 就非常客气。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是跟家里邻居大叔一样，就人特别好。然后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还跟飞利浦合影。飞利浦是正风的首飞试飞员，就是正风的所有的飞机换12000，包括那个勾机打锁。然
然后他都试飞过，特别逗的是，我当时问他，我说他马上退休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当时上网还没退休。我说那个上午飞战斗机，下午飞公务机，我说你能飞什么机型？然后老爷子站起来看了一眼，这个飞机我都能飞。当时觉得他特别厉害。然后我们因为以前经历过很多，我后面会讲到，我们经历过我们航空工业的发展，我们其实航空工业之前是很落后的。看见我们老外的飞机，觉得都是仰视嘛，我觉得很厉害。包括当时跟伯格丹，我们最开始采访伯格丹的时候，那个时候好早了，就是都不成名的时候。现在我们在看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有点像服了，因为他们真的。我们的进步太快了，我是没有想象到我们国家航空工业进步这么快。我们后面会提到，04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航展，我们的81队还是歼7，印象非常深。我在那个山顶上，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81队一起飞，没有见不了。然后5分钟10分钟以后再转过来，转过来以后你按两张还有继续没有，因为它的机动性能特别差，所以它基本上你是看不到它的表演的，果然会。特别大，我像我们现在歼3、歼20、歼3，我就在你头顶，它那个速度控制啊什么都很好。我们当时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不行。我们那时候做航展看都是国外飞，那个时候第一次苏两栖来的时候，当时我们需要买他的飞机，他们专门派苏两栖过来。然后那个时候还看得很清，我这个名字叫超特威嘛，就是因为我喜欢那个苏联飞机，就是苏35嘛，不用我超特威，就喜欢它这个天鹅的头。当时看到这个飞机的时候特别兴奋，然后那个时候相机器材不行。我当时拍到过他那个视频，飞那个小飞行时嘛，就这样立起来，但是呢，拍出来的效果是小一点，很小，因为我们的头不够长，所以当时第一次2004年航展的时候，我只挑出来17张照片。然后你知道我去年航展拍了多少张照片？3700多张，我就挑出来的，我一共拍了10万张，挑出3700张。这就是影像的进步，我们的航空工业的进步，我们的影像也在进步，我们有很多东西去记录它。然后就是当时我们这个认识这个机型吗？就是第一个最便宜的单反就是佳能300D，然后当时我们带这个300D第一次拍航展，然后当时拍，然后这个是那个330，就是张家界的航展，张家界飞天文洞的时候，飞机来了，我们当时记者有什么跑到飞机底下去，然后给他拍了个照片，这个飞机的机动性能特别好，对，天地飞行就是非常低，因为当时你坐在外面，在那个时候天不大，然后这个当时都是用佳能的老单反拍的，就是镜头一直什么到这么长，就是我们赛事经常去，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影像器材在变化，我们的航空工业在变化，然后我们拍摄水平也在变化，其实我们一直在不断学习过程。然后就是2008年航展，08年航展开始有歼10了，这是那时候第一看到歼10非常兴奋，虽然他们都不好看，说这个管歼10叫棍子，因为它是有一发那个其中那个棍儿，对，他们管它叫棍子，我们当成喜讯嘛。然后那个时候是用轰6改的加油机做加油，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然后专门拍了一个流，后来去美国和欧洲拍了很多，就见了加油机就很多不一样了。那个还是给歼8D做加油，这个长棍儿，这个也飞不了多远。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是我们国家的，当时08年的转换的时候的那个武器装备，然后还有飞豹挂着这个副油箱，然后领阅兵了。阅兵的时候，这个就是哇，原来我们有这么多装备。就是你看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是在南苑机场，那个时候还不是还没搬走。然后老百姓从这儿过，然后空军演习的飞机，空军2栖就在这儿演习，就是他们要训练嘛，然后就我们就拍，然后会有歼10挂在那个时候见到歼10真的是非常非常骄傲。然后老的飞机，这个是还挂着那个鹰击83的反舰导弹，是反舰的嘛。然后后来就开始有歼10，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空军建军节正式对外开始，然后我们在顶上看到这个歼7换歼10的过程。就我们亲眼见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然后我们空军开始换装我们自己主力战斗机，然后看下面的民众，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程度。虽然那天特别冷，但这是一种交替嘛，就是它结束了，它开始。然后后来我们还拍到这个应该很少有人见到这个图，它是在歼10的原始涂装在往现代的涂装进化的过程中，选了一个当时的过渡型，这是评判看上去哪个好看。所以他当时3个混在一起编队，然后我们去阳春拍的，这个基本上没人见过，因为太花里胡哨，我觉得也不好看，就是这个还是好看一点。对，这就是我们的进步。还有
后面的技术更多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看不出来，那你看知道现在的8100肯定对不是这么拉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拉烟器不过关，就是拉出的烟需要专门调一个吊舱去拉这个烟，才能形成表演效果。然后那个骁龙跟380，然后这个 K8，这都是我们的飞机，对吧？ARJ21那个猎鹰现在叫教10，还有当然歼六都去了，就是我们的飞机其实慢慢是变多的。然后第一次去巴黎航展，就是见到国外的航展是一样，我觉得当时觉得很兴奋。然后像比如这个都可以参观，那么 C5 都可以进去参观。然后当时这个是就是被打了那个阵风，然后特别说3万小时，它飞行了3万小时，这架飞机3万小时，就是它的性能还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它一直是这个，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看20年航展，出现的就2个风，一个阵风，一个台风，没有了，欧洲没有新飞机。啊，这个 F16，这个有意思了，就是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看着建成工业航空业的发展，我跟 C919的缘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时候。2011年巴黎航展的时候，在巴黎航展上就展出了中国商飞 C919驾驶舱1:1的模型。就我当时看到，当时其实我是学航空的，我看到这个驾驶舱以后，两个想法，第一个是非常激动，第二个是不太信任，我觉得它能造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太先进了，这个就787啊，那时候787还没出来，抬头显示屏，然后这个大列印屏，然后现在我飞过跟着 C919飞过很多次了，驾驶舱一模一样，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干的事情放在这儿，我们能做到。航天也是，我们要干空间站就能干。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去用相机记录中国航空的发展的意义，很有意思。当时那个相机就是我们当时在工科里上第一次拿电脑给我看，很兴奋。然后当时我们背着包，就2个头，这当时也很累了。然后当时拍的后来又去了法国，这个当时那个风啊、VR 啊、语音啊，这个我印象很深。第一次见到这种新的旋翼机。都是航空史里看过，没自己亲眼见过。他当时飞的时候声音特别大，但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包括往上一声超强音就开始拍，他到后面就已经习惯了。为什么？你刚才看到我们的视频里面有那个空对空的 VR 语音，就是我们拍过更高的时候再看那个就觉得还可以了。然后这个很有意思，那个火神就是英国人最后的骄傲，就是他们的最后的战略航展机，现在英国已经没有了。然后这台飞机是被一群爱好者收藏了，收藏了以后他们花钱去买配件。但是最后还是飞不起来，因为这个飞机维护太难。它跟所有飞机表演飞机不一样。这些飞机咱们见过的飞机都是什么？启动发动机以后推出去，推到跑道头，然后起飞，对吧？这个发动机因为它的寿命太短了，然后它的零配件特别难搞，所以它表演的时候都是先把飞机拖到跑道头，别的飞机都不要飞，它跑道头，然后开始启动发动机，然后飞完以后马上落地拖走，因为后来越来越少。就是英国人对它很有感情，我就觉得它。已经过时了嘛，他们养不起了，因为现在不是什么国家都能养起战略空上去。然后这个是我所谓的这当时说的航空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航空展，就是很多人喜欢看，因为我飞机表演飞不去。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周末推荐回去，因为但是他们确实，当时第一次看到 B2，哇，这个眼珠都快掉下来了，这世界上最贵的飞机，对吧？顶着消航母了，然后就停在那让我们看。然后韩国的那个表演队也去了，然后这个瑞士巡逻兵这个是前2天好像是他们失事了一架相撞米29，那个司机也是第一次见到米29。然后这个是比较难得的一次机会，就是我开玩笑说，我说这个星球上所有飞机都见过了，那个尤其是老的这个俄罗斯空军100周年的时候，它所有空军的飞机全部亮相，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包括这样的这个飞机，俄罗斯版的652，然后它。摆了一个100的符号，然后当时的这是现在是苏57嘛，是原型机，然后那个是米8，然后图160这个很少见，对吧？图22，塔52，当时还有它的大战时间队，这个是它的那个就是俄罗斯版的那个空中指挥机，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买票，买了礼拜5的票，只买了礼拜5的票，到礼拜6的时候是因为普京要去，我们没去成就不让去嘛。礼拜天票我们没买，我们还想去看，然后我们就去现场的时候就问那个大妈，就说我们想买礼拜天的票怎么买？大妈说你们为什么要看礼拜天呢？我说我们只买了礼拜5。她说你们是从哪来的？我说我们从中国来，看了我们5个人，大妈撕了10张，顺便赢了。中国人能这么5万里跑到我不回来看我们的航展，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然后后来
来就是2020年，我们看我们现在的飞机开始多了吧，50式也有了，那平衡木也有了，骁龙不用说了，然后那个正常的那个表演队，看现在飞机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然后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关注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照片，你看我的照片就比以前丰富很多。这我们在同步发展，然后这个是巴黎航展，这个应该是巴黎航展最辉煌的一年，因为俄罗斯很多飞机去，尤其是这个卡52，这个飞机很少在国外出现过，非常受欢迎，因为它表演特别好，然后全部都围住了，它这个从表演能够推出来，然后这两个飞机就被围住了，就变成一个，就相当于去年咱们珠海航展的那个德格丹那个效应一样，很多人愿意看。然后呢，那个时候是A400航母，他带着那个法兰西雄兵。就是我们之前没见过，因为法兰西雄兵有一年2003年好像来过一次北京，但是没有飞成，就是天气不好。当时觉得老外的飞机表演队很牛逼，后来我看完他们表演以后，发现哎呀，离我们差异太远了，他们就会编队，没有什么特别。看动力我觉得法兰西雄兵真不行，前两天还摔一下，好像那个当时的我是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刚才我跟那个博格良合影那个照片就是在这一年拍的。他当时飞速435，那真的是非常厉害，他的机动动作做的特别好。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就发布了后面这种新飞机，是我都没见过，当时都没见过。苏17这个我是当时拍的时候就我还不知道，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机型，也不是所有机都认识。背后有一个那个歼击轰弹，然后兰开斯特炸那个大坝嘛那种，然后这个 P8就是在咱们周围搞破坏的那种。它这个底下这个大舱顶挂的是那个反潜弹，然后它这个陆地底下全是，这是那个反声纳浮标，反潜浮标，这是反潜弹，然后第一次见到 P 了，这不就是737嘛？然后开始建，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新飞机已经不多了，就是国外航展新飞机，阵风台我现在都没放进去，但是到咱们航展的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多了，歼31，就是现在的歼35的雏形，这个已经开始飞了。然后你看这个装备上的人，我们雷达什么，现在我们后来现在开玩笑，这不是珠海航展，这是中国防务展，全是卖我们军火。第一次见到运20，这种涂装的运20，它第一次出现。然后空警200、空警2000、运20、运12这都有。然后别的飞机表演也来，所以我们的装备越来越好，我们拍的东西也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就不太羡慕别人，当时觉得我第一次在国外看美国的那个航空节。他们那个厉害的地方不是他的飞机多厉害，是他会一些花里胡哨的动作。你看这些飞行员，这是他的经过，穿的紧身的衣服，绷得特别紧。然后呢，在接飞机的时候是这样摆动作，雷达队特别会这个，因为他们目的是什么？他们目的是招兵啊！你看完以后想加入美国空军，对吧？所以他下头摆的花里胡哨，就是他的人是他的衣服都是量身定制的，就是特别紧身。他在飞行表演之前，在地面表演动作就没有半个小时。像跳舞一样，然后呢，特别有意思是，他们之间表演完了以后，我后面会放，我们的直接放那个表。然后这个是文天使，就另外一个海军的飞行表演队，它是以密集编队著称，就是4个飞机贴得特别紧，特别紧。然后还是在那个就旧金山上空飞，它这是它的运输机。然后我们后面一会儿会放一个，就刚才咱们买外观的，就是他们那个表演队表演的那个项目，地面的项目很好玩。然后就开始我们的阅兵嘛，你看我们阅兵飞机多不多？就是这基本上，这个基本上没有第3个国家能做到这个，美国人跟我们一起。然后就是巴黎航展，我就快过了，因为航展讲太多了。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到F-28、F-35，拍2个名单，它的机型很多，但是他们一直是接线。我们一会儿一个歼36，一会儿一个歼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进步非常快。然后现在是到了2016，珠海航展，这是我们的歼十机了。这个时候已经放到角落里了，没人看了，就放到对面了，不飞了，对吧？看飞行员这人所有飞人看着啥呢？歼十机就在对面躺着，没人看。然后这个也是第一次国外的飞行员就来我们展示的是5鹰队，然后8一队，看现在看到没有？现在8一队的那烟已经不是那个2个棍了，因为我们已经突破了这个在尾喷口放烟技术。所以就任意的拉，就是他从尾部直接喷出来。我前2天刚刚好认识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这个喷烟技术的难点在哪里，他给我讲一下，你装了大概5公斤的燃料，然后用高速的那个尾喷把它喷出来，然后怎么控制它，讲得很有意思。然后我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
故事。我们其实突破了很多东西。然后那个时候看很好看，但是它来不来去就这些，就是国外的它其实航空工业进步其实对我们来说很新鲜，但是对他们来说其实进步很小。第五叉都出来了，当时看到这个大玩意儿，我之前也没见过，这是唯一一个新飞机。当时它这个也叫双尾机，但是它现在已经远远不如我们的飞机有名。我们的飞机是双尾，其实是那个无人机，对吧？然后这个是飞机本场，就是二战时期的时候，因为这个现在以后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放这样，我跟想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在有条件能去看一些航展，或者能去看一些东西，尽量去，因为这个已经不能这么拍了，就美国人不让我们这么拍了。我当时是租了一架飞机在飞机上拍的，那个时候没有无人机，只让你飞那个无人机，然后拍了很多那种这个是比普萨，它后期了，它是需要冷战结束以后需要公路卫星去拍那个照片，跟苏联互相裁军嘛，就拍了很多这个，就是在沙漠里面。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这是我第二次去飞机本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可以坐大巴在里面开的，然后有个老爷子推那个老兵给你讲这里面飞机是什么，这是什么，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以了，外国人就不能进了。然后我们一整哇，这机场阅兵可能没，马上今天有阅兵了，那家里这么多家里出现，非常兴奋那个时候。然后2021多少展，这已经多少张图了？每个图一张，就新的东西都出来了，出现了。而且再来几年、2年、3年就出现这么多飞机。然后还有我们的主战坦克、双尾线无人机、翼龙无人机，我们的无人机就是天下第一个，应该是。这个滞空时间40个小时，你就没法，就看这天上的东西，地上你就不用打了。然后长城航展，这个就是长城航展以前没有经历过，我没怎么拍过，因为我觉得长城航展规模很小，去了以后才知道非常好，它是天气特别好，天特别好，然后有一些打弹，因为珠海航展今年就不能打弹了，去年不能打弹，它经常打弹。然后你看这个天蓝天白云的天，还有长春吃的好多。对，我比较现在来去，因为它是免费的，就是为了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们很多小孩，我们的喜欢的人，只要预约你就能去，反正去1天吧。然后它那边消费水平也不高，我觉得非常值得去。今年7月底，现在有时间还没出。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开长城航展的一个视频，我觉得是非常能代表我们特别喜欢飞机的人。
没有起飞，就是中断起飞了。中断起飞以后，我觉得我们非常自信的地方是什么？本来就有机编队，两架飞机没有起飞，落下来以后那4架飞接着飞，这是我们自己强大的自信，就是非常强的意愿，马上就落地马上就飞。然后就是2022年的是吧？就更多了。然后我们的机型，包括这个我们轰6的挂这个是公社的那个解1到1 G21嘛，就是反舰导弹，就是打航母的，然后各种，然后歼16，我最喜欢这个，其实我比歼16比喜欢歼20还要喜欢，因为它最好看这个飞机。然后这个是歼20，我们当时在驻阿富汗拍的一个，就落地了，在我们面前就几乎可以摸到它的那种感觉，4代机。然后完了，我们称它为8亿天使，它8个亿都能够。然后我就趴在地上，我离它特别近，趴在地上。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它这个机翼摆起来，它机翼摆起来是飞行员冲刚刚打招呼，因为它是非常唯一能动的空中这个东西。然后我们那个教室可以把那个摆升起来也可以。我是。我是有弹壳嘛，很有意思。然后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搜救的就是表演的就不是18了，不是老飞机了，这是新飞机，12年，非常好看。然后你看我们这展出的老飞机都在这儿。然后这个是空军的现场，这是那个红军飞的那个。之前我只看过这个英国的那个红箭这么飞，然后我们现在也这么飞，而且他们经常会换科目，而且会跟我们有互动，会跟摄影师有互动，他会问你，我们今天飞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还会真的根据你理解去改。之前包括我那个教师，因为这个教师有个飞行员认识我，他飞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会飞什么动作，他说你能拍到我吗？
我说那我在山顶，然后后来我就真拍到他了，就是他，因为他们前后双座嘛，那天不是他坐后面，然后那飞机在前面飞，他这样转头看我，长焦头600定拉着他看我这样子，我发给他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我可以跟飞行员互动，然后会认识他们很多人，我觉得很有那种情感来了。以前对飞机没有情感，我就喜欢这样，对吧？我喜欢这个，然后一认识他人以后，我就发现哇，非常有意思。后来是这个教师的飞行员，就是在这里滑行的时候，我在跑到头，他滑过来之后，看着我以后，他就把减速板升起来了，然后我就拍了，然后回来他告诉我，他说我可以向你致敬了，你知道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那个东西就是我向你致敬，跟家里那个什么翻起来一样。哦，我说这个好有意思，因为之前我就不知道。然后这个是我们去年去的嘛，还是那些东西，你们发现吗？P52，那个 P8，为什么放到这儿？它没有新东西，因为他们我们国家航空工业进步很快，但是欧美其实基本上停滞不前，它虽然数量多。这个它不是一个国家，它不是英国的，它是全世界的最顶级的那些飞机都去这个展，所以我们能见到。在哪里啊？在英国那个菲尔福德，从伦敦开车过去大概2个多小时。你看我们的飞机不少，我们一个国家顶到他们这么多国家机型，这就是这个特殊一点，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就垂直起降的那个 A8B，钥匙，对，A8B，然后就爬到他们那个3.35嘛，其实我们是用不上，因为我们打法不一样。然后这是去年的主管，这是我最满意的一届，因为看到很多就是以前是记录拍照，现在有一些这样的创作在里面，我还蛮喜欢的。然后这个拉的跟那个凤凰的感觉一样。这个是我们当时他把那个飞行，这是一架1:1的，其实是模型，它不是经常不飞的，从它的那个I-124那个飞机肚子里面运出来。还有我们接触第一次参加珠海航展，然后我跟海军的朋友聊过，我说你们一上来就来憋了个大的，然后就把空气源表3架飞机一起挂了那个加油吊舱，然后这还是个电子战飞机。然后这个是去年比较特殊的一个拍摄，就是我们把摄像头装在那个俄罗斯泳队的驾驶舱里面拍。我第一次知道泳队怎么编队，你想看他们离得多近。后来我发到 B 站上，那个网友开玩笑说的，我骑自行车都不敢骑这么近。加了几个摄像头那个角度，然后看他们的编程，看他们其实这个是掌机编队嘛，就是另外一个僚机的那个位置的飞机，然后看他们手上动作。当时我没想到他摄像头会装在那儿，他把他手上动作全部记录下来了。视频。把这个影子投射到这儿，可以把那段留下来。它飞的时候，因为我也现在学飞行了，他们飞的时候就是掌机在前面飞，后面所有飞机都是看掌机，不看前面，掌机飞哪个飞哪。所以当时俄罗斯出过一个最大的事，俄罗斯武队他从对南线南湾飞回来的时候，4机编队飞到大陆，前面那架飞撞山，后面3架飞机对着撞。那因为他不看前面，他只看掌机，掌机不飞。继续往后了。对这个，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器材就之前看到了我们的背了相机嘛，现在这是我们的器材。为什么能拍好呢？就因为带的东西可以变得很多，然后又很轻，然后我们可以带很多既可以拍照片，又可以拍视频。然后这是你看，把镜头架在这儿拍视频，然后呢，我突然想拍照片的时候，就用手机拿照片，我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器材。这个是用来拍照的，这个是拍视频的，这个是拍视频的，这个是拍视频的。然后这个是增距镜，然后这个是拍静态的，这是视频机，这是照片机、视频机、然后各种卡、电池，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装在驾驶舱里的，对吧？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到这个箱子里面，然后带过去。然后我去年珠海航展应该是拍了大概有12个 T 的素材。对。
因为真的很多值得拍的东西，不像以前真的只能靠实际上图。所以就是航空工业发展了以后，我们的影像系统帮助我们愿意去能拍更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后来就后面就快一点讲，就是航空节，就是刚才有个朋友问在哪，在英国，然后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雷导队的那个表演，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文化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也挺好的。这是一个航展入口，它没有门槛，大家从这里面进去就出来了，就很好玩。然后它这个也不收门票，也不需要钱，就是你把车开到停车场上，它那个大巴来接你，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了。包括这里我这里后面没放，它那个 U2那个侦察机都能让你上去看，就很开放的。对，这 U2，然后大家排队上 B1B 的那个轰炸机上面，这个是后面的机库影啊，就举起手不会翻滚，然后你看会有点害怕。把你开走。然后这个就是他们那个领导队表演，就他地上的表演特别多，各种奖啊，什么放声音。这个当时记录是刚刚我在转视频的时候，我们当时拍了一个模拟参演，我们当那个小伙设置的时候，手都对焦没对上，稍微有点糊这个。然后这么介绍，它特别有意思，它这个航展结束以后。飞行员下飞机以后，前面把他家老婆孩子都放出来，然后这帮一下就上去抱在一起，那个场面很感人，人动作，地面表演动作很好看。跟跳舞一样。那下面的人，这些动作都设计过的，就很有意思。这个老百姓才会看嘛，对吧？我们其实让更多人了解航空。我们会设计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我们也在进步。我们现在很多有设计的动作跟大家互动，包括飞行员跟老百姓的互动，现在越来越多。Together, we've flown more than 13,200 hours in the A-10 and 15E in F-16, accumulating over 3,300 hours of combat time, a 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 36 air medals, and air point. 他们这个非常明确，就是要你看完空军这个东西，你想加入我们空军，就是招兵用的。我们不用考虑，我们当兵人家很难，而且是当的。那看下面的题，所有动作都是练过的。And 6 additional officers, including Thunderbird 7, our operations officer from Strong Island, New York, Lieutenant Colonel Ken Walsh. 这个我就不放了啊，后面还有很多内容。然后那个是地对空拍航展，这是另外一种空对地，就在天上拍地面的，像这样的，我们在空中拍极光啊，拍光影啊，拍那个飞机，我坐飞机都是坐靠窗嘛，我这个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做公共机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跟飞机架场，这个可能跟大家不太有机会拍到这个，但是这个也是去从拉萨飞阿里的时候路过珠峰，因为当时我也不认识，拍完以后问朋友，然后他告诉我这是珠峰，然后这是当时我们拍的那个佛光的光影空中，然后就我们会在直升机上拍，就是拍地面，当时这是当时在4919那个要飞维湾的时候，我们坐的香港政府飞行队的直升机去踩点，就看一下那个位置可以拍，天气很差，然后我们当时实拍的很好，然后就是在直升机拍。这个就是现在的常规项目了。上海，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有，你可以坐直升机在上海拍陆家嘴，后面那个夜景也可以。然后这是在洛杉矶拍那个洛杉矶机场的起降，然后上海的迪士尼，这个就是夜景，刚刚我说的那个，晚上可以拍这个，这个是新飞3个项目，3980来着。一个人还一个飞机？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几分钟啊？就10几分钟吧。它是从浦东那个就从迪士尼那儿飞到这儿转一圈回去，然后白天那个是1980，然后晚上都会贵一点。那我觉得很值得，如果是愿意的话。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窗户不能打开。然后这个是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做测试的时候，这个当时也挺，因为我后面会讲到我们空对空的拍摄经验嘛。当时这个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当时去的时候飞到香港上空停在那儿，然后机长跟我说：“哎，你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然后他开始看那个。它这个门一打开，它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搜救队员的位置，它是下面要调人上来的。然后
后我坐在这儿，然后他突然把椅子往前一推，嘎给我推出去，然后哇吓我一跳，我抱着相机我愣一下，然后他就拽着我，这个司机对就拽着我，然后安全带系上，然后就开始拍找位置。当时真挺紧张的，我说如果我之前没有这个经验的话，肯定吓尿了。然后这个是在就空中拍飞机降落，这个安排特别强，就是在洛杉矶，这个以前也是一个商业拍摄项目，你只要花钱就可以去，但是对公司倒闭了，你去不了了，拍不了了。这落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个照片是假的，因为他没见过这个，他以为是个模型一样，这真的就是飞机。这旁边有一个1-3号汉堡店，我们还拍了，这刚才讲过了。然后这是在西雅图坐飞机拍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拍飞机的最近的一个拍摄方法，因为从在天上拍，因为我觉得飞机最好看的就是在天上，他要在天上的时候看这个飞机才好看，所以我当时这个去了好多次，然后就是这么拍的，它是舱门打开，然后你坐在舱这个里面，然后起飞的时候这个舱门是开的，这个飞机里特别近，这是乌克兰的苏两7，现在也没有这个战争中。咦，咁叻㗎？对，飞了。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的状态就是贴着门，然后这个也挺紧张的。第一次飞的时候真的很害怕，因为它起的时候你人是往下歪的，就半个身子都是在空中。然后这是空中那个视频，就这样，我们所有的就是这样起来。
花30万，因为拍这个东西都特别费钱，就是它一个非常非常耗资源的一个拍摄方法。但是呢，好处就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拍过那个以后，你再拍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害怕了，你会有经验。然后我们当时就拍过3次空对空以后，我们接到了这个空对空拍 C929飞香港任务。然后当时我们就在飞机上就是我的工作状态，就是夹了一个相机，准备拿相机，开了舱门。这是当时拍的，这是当时拍的照片，就是在那个中银大楼上。当时我们跟他做策划，我们要规定这个怎么飞，我的直升机停在哪儿，怎么路线怎么过，然后跟飞行员开会，然后帮他们定飞行计划，然后安装摄像头，这些就是当时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我的兴趣爱好变成工作以后，给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吧，就是能把握一些机会，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当时用那个这手持600拍的这个自己的样子。这个因为我特别选的是欧洲的一个空对空的专门空对空吊舱团队，他们给法航拍的宣传片的一个音乐特别好听，因为我从来没想到飞机和飞的美，还有这个东西这么优美的音乐来配。老师，你手持怎么这么稳呢？电子。我再说一个，就是我们在西藏拍的时候就特别费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摄影师拍照片的时候，他屏住呼吸，西藏高原屏住呼吸，突然就喘不过气来了，就会经常这样，下意识会。这个还是要后期防抖，它需要防抖，不能原始动作。一进到底，从一下就能停，一下就不会回来。然后下个月我们还接到一个任务，要去拍这样的东西，现在保密。如果要是大家可以关注，可能下个月6月20号就会出了，可以重播。不是，就是公对公拍，但是现在还不能说，我们现在还没计划完。然后这个是航天啊，我们就最后收尾，就是咱们今天主题讲航空，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航天，我们就是这是我后面一个内容啊，因为时间关系，就放一个这次最近的一次拍摄的东西，就是我们团队合作一起拍的一个飞船发射。这一整段镜头就是我们大武老师在那个地方他拍的。在哪儿呢？哪位肯定注意，我们看一下。
那8公里要用多长的镜头拍？越长越好。但是呢，这个前面发热的时候，你用那个长度也不行，你得分开。就这个很难，你看我都没法控制，加3上没法控制，因为它是在动的，它是在往上摇的过程中还往左偏。而且你是这么小，这个是我是用800毫米，现在是800毫米。 800更高的什么？1500有1500的焦段吗？800、1500。后面看很小很小很小，这个能对上焦就很难了。就是正常情况到这个时候，因为我用的相机可以对上，还有分离了。正常情况到这个时候就是用手动对焦，你不能用自动挡，自动跟不上，它太小了。然后后面就是主对齐分离，最后一下。 你看，就基本上快对不上焦了，因为太小了。啥时候去拍一下 NASA 跟那 SpaceX 他们的发射？可以对上焦，然后好，最后积分0，最后积分0，有10字。哦，看不到。好，谢谢大家。